要不咱们先置办10头牛，等以后有钱了再多买几头。那不行，别慌，有我，一会儿到了太平城，我就去州府要账去。夏兆丰出门之后不久，姚荣也带着女儿儿子再次踏上了寻香之旅。我就是这么一说嘛，照你这么说，那你收的这些核桃红枣不也没有销路吗？都穷得一间屋子恨不得8个窟窿了，还吃啥零嘴啊？我娘说太平城里头热闹着呢，那些大户人家干果点心从来不断的，姐姐和荣姨可以卖给他们呀。这种人家都要门路的。骡车突然就停了，姚荣把门推开一条缝，问赶车的儿子：哎呀，怎么啦？是齐大人和崔大人，如果我没认错的话啊。于是他跳下了骡车。崔大人，齐大人！远远骑着马的2人加快了速度，很快就到了他跟前。崔大人门外回来了。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不知道啊，我那天带着夏叔他们去了州府，就被派去护送王爷了，这不才跟你一起回来的吗？不是说你们去八方县吗？对啊，这里就是八方县呀。什么？齐三鬼叫一声，转头看向崔成允，却见对方脸上已经写上了3个大字：不满意。我也不知道咱们这儿居然还改了名了。你们在这儿可有不便？若有便说，我最近都在北营，有什么事儿你们可以来找我。嘿，正好有事儿想问一下崔大人，咱苏北军的将士平日里最需要的是什么？咱们准备在县城做一点小买卖，听说贵营没有战事的时候1月放营3次，将士们可以出来走走，所以咱们想为诸位将士多提供一些便利，促进军民和谐。需要钱？禁止抬杠啊！齐大人倒是说说，苏州哪个不缺钱？要是被我知道哪个不缺钱，是在下唐突了。如果崔大人不方便说也没事儿，您忙您的，咱们这就回了。可崔成允哪里是烦他们呀？他烦的是齐三，办事办得不稳妥。这事儿我会让齐三去问问的，问好之后我会让他过来告诉你，你们如今住在何处啊？就在县城外的那庄子，咱们给他起了个名儿叫富丰庄，地方挺好，就是闹狼。大人要来您可千万白天啊，闹狼有野狼群。没事没事，虽然有狼，但是咱们造了青砖墙，白天他们不出来的，晚上咱们早一点回家就是了。那你们早些回去，过2天我来找你们。姚荣他们怕耽误崔成允的正事儿，就赶忙跟他告别。你喜欢河？倒也不是，这个是丹妹妹送我的，我就随便养着。要说喜欢的话，我好像更喜欢兔子，毕竟兔子这么好吃，不会有人不喜欢吧。哦，还有羊。知道了，去吧，早些回家。大人慢点骑。苏北军今年都能穿上棉甲了。这个不是崔大人的功劳吗？跟咱们家没关系。就是告知你们一声，只要是发生过的事儿，便都有它的意义。那可不，存在即合理嘛。崔大人您忙去吧，天快黑了，我先回了，不然一会儿回去又得挨外公叨叨呢。回吧，改天见。说完，他总算是跨上了马，回头看了眼恨不得自己立地消失的齐三，然后拉了缰绳往军营而去。到得军营，崔成允先去将军帐中回事。那事儿怎么说？回将军，属下查实，那些人都是从都城来的，拿的舆图的确是虞王殿下的，但是中间转几手，他们自己并不知道第一手到底是从哪里传来的。另外，火冲的确在西州，但是接手的人却是西州州牧胡志州的幕僚常安排的。迂府表面上垄断了西州的粮草，但是赈灾粮自进西州之后，都是由胡志州接手，然后由他分派到各县。另外，朝中已有大臣开始参本，说虞王私卖赈灾粮，不顾百姓的死活。且都城有传言说虞王养了一大批军马，王府私兵也赴超原，他们说虞王意图不明，私卖赈灾粮，然后用这个钱去买马养兵，要不是虞王不想活了，要不就是有人做局往虞王脑袋瓜子上扣屎盆子。你说哪个可能性更大？若虞王殿下有心屯兵，又何必冒险出昌丰城体察民情呢？嘿，天家的事儿咱们猜不准，只要不影响边境安定，咱们看戏就行了。对了，那些东西我让人估了个价，补上那位少给的军资是绰绰有余。这次你办的差事不错，想要什么赏尽管提。将军赏银子吧。你以前不都不要赏的吗？你家现在都不给你钱了吗？清河崔氏成了破落户了吗？将军是要食言吗？我这个不是怕你嫌钱俗吗？要不赏你不俗，我不嫌银钱多。烦人！行了，知道了，赏你3000两，够了吧？我说不够，将军还会再给吗？滚！从将军营帐中出来之后，崔成允喊来了齐三。齐三，你现在不进来，明天就给我滚回都城去！齐三这才1步3回头的走了进去。大人，我是真的不知道鬼湖坡改叫八方县了，要是知道，我肯定不会让夏叔他们到这儿来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夏叔他们来了，其实也挺好。
夏叔在，夏姑娘就在，夏姑娘在，您不就……却见崔大人正对他投来死亡凝视，于是齐三低头闭嘴。你说我没关系，但是不能随便开人家姑娘的玩笑。没开玩笑啊，崔大人，您自己不觉得自己不对劲儿吗？是，以后再不说了。另外，你跟孙自立现在带一队人马去灭了狼患啊！现在去剿灭狼患？对，这样既可以锻炼你们夜间巡防和奔袭攻击的能力，又可以为地方百姓做点实事，一举两得。对了，狼皮尽量保持完整，到时候我有用。于是乎，这一晚，富丰庄外一片鬼哭狼嚎。夏安如得知此情此景，感情充沛地感叹了一句：崔大人真是个好人，知恩图报。次日，姚外婆早早就杀了3只小子鸡，夏安阳从骡车上扛下了一个羊后腿和半扇羊排骨。排骨红焖，羊后腿切成肉丁串串烤了吃，羊棒骨砍了煮汤。哎呀，早知道就不用杀鸡了。吃这么好，会不会遭报应啊？安阳啊，这羊肉多少钱一斤啊？多少钱一斤不知道，就知道这些加起来一共2两银子。孩子呀，咱们如今只有出去的钱，没有进来的账，可得算着点话呀。是娘，您说的对，主要今天要找到崔大人他们为咱们是解决了狼患，也算是救了咱们一群人的命呢。是啊，不然小兜子他们一个不见，我就心里砰砰直跳，怕孩子被狼给叼了啊！咱们好像忘了一件重要的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咱们是不是没有跟崔大人说今天请他们吃饭？可真的是主角都没叫，他们不知道在忙啥。别乱，我跟安阳喊人去，你们管你们准备。3人1骡匆匆上路，好在单节路熟，没一会儿骡车就到了北营外。此时有守卫上前呵斥：军营重地，莫要逗留。夏安如立刻掏出当初崔成允给的腰牌。军爷，我们是来找崔成允崔大人的，想请他一会儿来富丰庄吃晚饭，以谢大人为咱们百姓灭了狼患。崔大人一般不会受邀的。没关系，您帮咱们通报了，大人来不来看他欢喜就行。大人这会儿不在营，等会儿。可他话还在嘴边，却见不远处来了一匹高头大马和一群羊，另有一辆马车压后。是崔大人。别说啊，崔大人长得没我帅，不过这骑马的样子倒是挺潇洒。你不用跟我说，这个距离我只能看到1坨、2坨、3坨。崔大人可厉害了，之前跟北蛮打仗的时候，斩杀敌军大将的就是他。这么狠？那可不，崔大人可是咱们苏北军第一勇士。这小孩多少有点见识。你怎么来了？想请大人吃饭，大人可得空？你做？我只会烤羊肉串啊。那就吃这个，走吧。啥意思啊？这几个人谁呀？崔大人不是连陈将军喊吃酒也得看心情的吗？谁呀？到底谁呀？崔大人为何这么给这俩小年轻面子？大人，你的羊怎么办啊？哦，这个原也是要给你们送去，是陈将军赏赐的。啊，那我们不是暴露了？没暴露，有我不走吗？还烤羊肉串吗？哦，那没事儿。不过我没有养过羊哎，要不还是10天杀1只吧，到时候说不定还能够摆摊卖羊肉串，不然万一冻死了就不划算了。也可以，夏姑娘可以自行定夺。那崔大人，齐大人问过你们官兵最缺啥了吗？过2天就是初10了，咱们准备摆一个小摊呢。2人一边说话一边指着羊群说个不停。安阳哥，走吧，安如姐不会想起来了。我这么大一只，就这么可有可无？安阳，快来，崔大人可以说教你骑马。刚怀疑完人生的夏安阳立刻高兴了，颠颠的就往前头跑。崔成允只略教了下，夏安阳就可以骑着马跟上富贵哥了。崔大人，齐大人真的不用一起叫来吗？没事，他不爱蹭饭。夏安如盯着看，却也一点不觉得心虚。看好了吗？没有，我想用我灼热的眼神射穿你钢铁般厚的脸皮，咱就看看到底是我的眼神厉害，还是你的脸皮厉害。崔成允终于忍不住笑出了声。男男女女就这么点事。一行人在半个多小时后回到了富丰庄。会不会太麻烦啊？如果不方便的话，咱们这一天掉下来3次的门，倒是还能够再撑一阵子。走吧，主人带路吧，门我明天叫人送来。哎，好嘞，官爷，您随我来。崔大人，马给您拴哪儿啊？喜欢马？喜欢啊，这马送你了。夏姑娘，
带路吧。崔大人，你不会对我……崔成云脚下一顿，才要否认，却听夏安如继续说：“对我弟弟有什么招安的想法吧？”招安是对叛军说的，我对安阳的体格的确欣赏，不过要不要来苏北军，还得看你们想法。我爹也是军人的崇拜者，他们两个会自己考虑的。见外孙女儿和崔成允站在门口说话的样子，老太太瞬间心花怒放，般配，太般配了！崔大人来了，赶紧的里面请。老头啊，赶紧的给崔大人上茶。众人热热闹闹的拥着崔大人进屋。外公外婆娘，你们出来一下。为啥呀？这是看上咱们家安如了？瞎说什么呢？做客串门不得带点礼，崔大人这是讲究。崔大人，这么多羊，咱们也养不过来呀，家里没一个会放羊的。没事，那位赶羊的汤婆以后就在你们家伺候家畜，羊和兔子都可以交给他。我去，霸总啊！什么？还缺什么吗？没，不缺啥了。那什么，我去烤羊肉啊！外公，你招待一下崔大人。夏安如一边烤着羊肉串，一边跟帮忙扇风的丹姐说：“你喊你娘来嘛，一块吃多热闹呀！咱们一桌坐不下，分男女2桌呢，没关系的。我娘这人矫情着呢，看到人多更不自在。姐姐给我10串羊肉，我带回去跟娘一起吃，更自在。呀，你倒是一点不客气啊！我原来想要15串的。”两人正说笑呢，就见崔成允抱着个兔子来了。姐姐，我先走了，明天再来。这个给你啊，好，谢谢。崔大人想要吃红烧的，还是片了肉烫锅子吃？崔成允呆愣了片刻，然后终于忍不住笑出了声。赶来找人的齐三站在富丰庄门口，就听到了上官的笑声。走吧走吧，陈将军那儿就说没找到大人就行了。不是，听声不是咱们大人的吗？为啥说没找着呀？不对啊，大人没大圣北蛮，也会笑的吗？你懂个屁呀！赶紧走吧，这顿饭你不让大人吃，我保证你能倒霉3个月。快走快走！而此时面对大笑的崔成允，夏安如就显得很尴尬了。大人为什么要笑？这兔子您不是买了给咱们吃的吗？哦，原以为你喜欢兔子可爱，养着玩呢。不是养着玩，您给买了一车，是不是有病啊？宠物论车买的吗？怕万一死了你不高兴，便多买一些。哇，崔大人，你可别这么说，你这么说感觉是在讨好我呀。崔成允没说话，却蹲下身看着正在烤的羊肉串。夏姑娘，你的羊肉串好像糊了。哎呀，光顾着跟你讲话了呀！哎呀，糊了。而崔成允却一直噙着一丝笑，看着手忙脚乱的夏安如。味道不错，夏姑娘好手艺。我感觉你在嘲笑我。没有呀，崔大人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走，咱们开席了。夏姑娘不吃吗？不会饿？你们先吃，我烤完就来。瞧，我都是现烤现吃。好，多吃点。这才跟着姚十五走了。这货不会……哎呀，不可能！这人瞧着比我大不少，肯定是有家室了。哎，夏安如，请你注意原则。一顿晚饭吃的也算宾主皆欢。崔成允怒吃羊肉串30根，跟夏安阳不相上下。北营离这里很近，咱们走回去便是。崔大人，这个马还是您带走吧，我也不太会骑马，咱家也没养过啊。无碍，我会经常过来教你的。二位留步吧，我先走了。说完转身便走，一点不给兄妹俩拒绝的机会。你说崔大人是不是图咱们家啥呀？图啥？图咱们家拖累够大？或者他是不是知道了你冬瓜仙子身份，然后爱慕你的技能啊？你别走，你有种再给我说一遍。夏安阳，你给我回来！还没走远的崔成允听到夏安如喊弟弟的声音，脸上又挂了笑。真是没见过这样的奇怪姑娘。另一头太平城，季大人，下官找您来了。哦，郑兄来了呀，怎么这么早就到了？来，里面请。季大人，是这样的，咱们八方县马上要开始秋耕了，我想买几头牛，到时候租借给百姓，也算为他们解燃眉之急。好事儿啊，这事儿你不用指挥我，去办就是了。季大人，您还欠咱们八方县700两呢。啊，什么叫欠？又不是我的钱。这钱啊，我不是不给你啊，但之前被陈将军以不给钱就回京告状为由，狠狠敲了一笔。再加上最近州府还要出钱安置新来的移民，这粮草房屋这都是钱呐。不对呀，那怎么咱们八方县的移民啥都没有？你们那儿没有移民啊？大人，小民全家就是从海蛎县移民过来的。哦，我还以为你们是郑兄带来的下人啊，那是我误会了。既然你们是移民，那就每家得1担子粗麦，外加200文安家费，给你们修缮房屋用。你们一会儿去户吏那儿把东西领了就行了。我手头还有点事儿，就不留你们了。季大人，
你不厚道啊！咱们明明不是来要安家费的，700两银子，您今天不给也得给。哎，这府衙是真的没钱了，这到了年底还得给府里的衙役发薪俸，北安王和都城那儿都得进贡。陈将军隔三差五的就过来打秋风。哎，赵兄啊，你瞧我这那也是很为难啊。若今日大人不把欠八方县的800两银子给我，那我一会儿就去别的县告诉他们县令，今日你给了我3000两银票。哎，郑兄，你这是何必呢？再说真要细查，你们八方县也没有这么多钱在衙内，你这谎不就不攻自破了？这就不用季大人操心了。昨夜我到驿馆的时候，您猜我收到了啥？说完，这货从袖子里掏出一封信，家书，我大哥给我写的，里头还有家里夫人送来的酒钱，正好3000两。来，信我读给你听听。不必，你赶紧跟我来，一会儿人多了，你想领钱我可没法给你。他还能怎么办呢？除了给钱还能怎么办？800两哈，咱们县是整个宿州最穷最偏远的县了。之前您给我的100两，我都留着准备造个城墙啥的。当然要把八方县建设好，800两肯定不够。大人要不要凑个整数？要不你让你哥把我给革了吧？我这州牧当的也是实在的委屈，上头不待见，下头管不上，我也是心力交瘁的很呐。既然季大人心意已决，那我一会儿回家收的时候，直接把您的请辞书一起带上。开玩笑的，咱们季大人最近的确被这经费搞得压力颇大，季大人还有点急事，这样在下陪郑大人去取钱吧。那也行，那下官就谢季大人了，800两哈。哎，这钱你可别和别人说。那肯定不会呀，别人问起我就道季大人是铁公鸡，一毛不拔。哎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大清早就已经很累了？而得了800两银钱的郑志明说到做到，得了钱就跑路。出州府门口的时候还不忘啐两句：呸，真是个铁公鸡，大清早的来还一个铜板都没要到。呸！清华兄，季大人好歹是您的上官，咱下次要钱啊可不能这么撒泼了。不碍事，能用钱解决的都是小事儿，话是这么说，但是现在咱不是没钱吗？哎呀，快了，我家收一到，银两自然来。什么？您不是说收到了？哎呀，哪儿那么快呀？季宗林这人死抠的，咱没点计谋，怎么能拿下买牛的钱？不说这些了，走，咱们打听去，这哪有卖牲口的牙行？咱们去买牛去。夏兆峰无奈摇头，紧紧跟上。您慢慢就习惯了。咱们县太爷在家是不是特别受宠啊？倒也不是，咱们老太爷去世的早，大老爷又长老爷15岁，长父如兄，对老爷管得可紧了，所以出了都城，老爷就有点放飞自我。3人先去买了牛，14头牛，分了3家牙行才买齐，花了整整1天功夫，和450两白银，连车带骡子花了30两。那2人带着大包小包回到八方县，已经是3天后的事儿了。夏师爷，你睡了吗？睡了。睡着了吗？睡着了。我睡不着啊。夏兄，清华兄，郑大人，您到底怎么就睡不着了？夏兄，我穷的睡不着啊。那您买这买那的时候，怎么就不知道咱们穷啊？我这不也是忍不住吗？再说等秋耕春种不都用得上吗？来，别睡了，咱们想想办法怎么搞钱吧。骂骂咧咧起了身，直说这师爷干不了了，他现在就回家去。来，我写了好几条，咱们商量商量，看具体怎么执行。夏师爷，脾气不要那么大嘛，本县也是为了八方县的百姓嘛。被他这么一扯大旗，夏兆峰还能说啥呀？2人一直说到了天都快亮了，这才都趴在桌上睡了去。次日，夏兆峰一早就举着个麻了的右手臂，赶着摇钱树往家去。会不会啊你？不会你下去，我来。你怎么不会啊？你别抓我腰啊！你别扭呀，我要掉下去了！你们停车！夏安阳赶紧勒住马绳，直接撩起大腿就跨马而下。夏安如都来不及喊救命，正从远处赶来的崔成允眼睁睁地看着夏安如被弟弟给踹下了马。小心！夏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姐，对不起啊姐，看到爹回来了，我一激动把你给忘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
臭小子，你姐要是摔出个好歹，看你娘饶不饶你。安如啊，怎么样了？别哭了，让爹看看哪里疼啊。我好像是脑震荡了，耳鸣，有点想吐。我去就来，等我。崔成允大概花了不到1炷香的时间就回了北营。将军，借张玉一一用。正在跟师爷算账的陈将军只闻其声不见其人。刚才是崔来了吧？是啊，将军，是崔大人。这是得了急惊风吗？他找张御医干嘛？回将军，崔大人没说呀。停了马，崔成允抱了老大夫下马。张御医，您没事吧？有事儿，有事您老再忍一忍。张御医才想骂人，就被崔成允拉着进了虚掩着大门的富丰庄。我请了御医来，让他给夏姑娘瞧瞧吧。她被人踢了一脚，说是头晕想吐。什么？你不是说被马踢的吗？我想呢，马蹄子怎么会踢出人蹄子的印？是不是你踢的你姐？张御医，你先给夏姑娘看看吧，那膏药是否对症，也请您辩证一二。行，姑娘啊，我给你瞧瞧。谢谢大夫。孩子忍了半天的恶心，终于吐了出来。你们谁把这姑娘弄床上去吧，这会儿不能随便动弹了。我来。边上待着去，一会儿再找你算账。夏兆芳，老夏同志立刻现身，都不用老婆大人指挥。这脉息略有些弱，不过倒也不是因为挨的一脚踹，可能是长途跋涉过于劳累。这挨的踹问题不大，静卧3日便可。3日里少喝水，多睡觉，别操心。另外这药丸子你每日吃上1颗，直接吞咽就行，3天之后保管你就好。您是说吞咽不能嚼？这吃了能噎死吧？最好是吞咽，不过实在咽不下，嚼也行。您老说话到底有没有个准啊？就是有点苦啊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受得了。张御医，为啥您这丸子不搓小一点呢？分成10颗8颗的，不就好咽了吗？这也不算大呀。张御医又掏出个丸子，瞧，这是陈将军平时吃的。阿离的脑瓜子可能比这玩意儿还小点儿，太夸张了吧？谢谢张御医了，这么贵重的药，您还是放好吧。走，今日就在家吃饭。阿荣，整几个菜呗。今日正好卤了兔肉，想试试味道。过几日想去集上卖呢。崔大人和张御医在，就正好帮咱们品鉴品鉴。说完便往外走，请了张御医和崔大人先去喝杯茶。你为何没有床榻？穷，岂有穷。崔成允在心里默默叹了口气，对一旁的丹姐说：“好生照顾她。”然后抬腿出了房门。安如姐姐，你觉不觉得崔大人好像对你……小年纪你想啥呢？崔大人就是人品好，咱们救了他一回命，他就回报咱们呗。再说人家都多少岁了，说不定都能做我叔了，应该早就娶妻生子了。你个小孩，脑瓜子里别成天想这些。夏安如的想法，崔成允自然不知道。夏姑娘的房子是土坯的不说，用的床只有1块木板，这怎么能御寒呢？不行。夏姑娘，一会儿你让家里人把房中物品收拾一下，明日我让匠人来帮你们沏炕。还没等迷迷糊糊的夏安如啊出声，崔成允就已经走了。我说吧，说的啥？姐姐，好好想想啊！头痛，然后睡觉。外伤就得外治，是药3分毒，怎么能是个伤就吃药呢？这很多外伤都伴着内伤，只治表不治里，才会让外伤经久不愈。你个江湖游医懂个啥呀？人体是有自愈功能的。你瞧他身中7、8种剧毒，到现在还没死，反而是剧毒激发了他自身的修复力。把你那拳头大的药丸子给他吃了试试，说不定一吃就死了。原是8种毒，后来被蛇咬了就是9种。真的？你当真是个古人？什么古人不古人，他就是个活人。见张御医瞧大料瞧的眼睛都放光了。怎么了？大料有那么好看吗？你们想干嘛呀？这我可不是什么随便的人呐。好东西呀！老夫行医50多年，这是第2次遇到如此奇特之人呢。别走，你来！张御医对着步步后退的大料招手。原本就有些紧张的大料抱着药罐跑了。别跑啊！大料不想见你这人怎么还纠缠不放啊？正在这3人吵闹的时候，原本想去厨房躲清静的夏兆峰却开始跟姚荣谈起儿子的未来。其实安阳这孩子心眼挺好的，就是跟个长不大的孩子似的。天天的闯祸，
23岁的人了，跟小豆子一起玩也一点没有带高。是，男孩子不锻炼锻炼也没点男子气概。你看之前抓个蛤蟆都要叫个半天，胆色都没他姐强，跟你弟家以前养的那条哈士奇似的，看着那么大一只，路上遇到只猫就能拽着你弟逃2里路。叫我说呀，既然这崔大人咱们都认识，苏北军离咱们又这么近，我是觉得你儿子该去军中好好去历练历练。你说的也没错，那我去跟崔大人说。我也不知道，不过你儿子就这么荡在家里确实不太好，家里头的事儿反正衙门离家也近，还有15、12两口子和爹娘帮衬，没啥问题，我就是不放心。不过你说去苏北军会不会太危险了？都知道危险，都不去那才叫真的危险。军人最大的荣耀就是上战场杀敌寇，哪有那么多婆婆妈妈的想法？问问安阳吧，他愿意就跟崔大人说说。为了征求儿子的意见，夏兆丰又去把看俩老大夫吵架的儿子给喊到了厨房里。你觉得这苏北军危不危险？哪儿的军队不危险啊？这个时代就没有不危险的军队吧？你们为啥突然问我这个？不会是想让我去参军吧？你要是不愿意也没。怎么不愿意啊？愿意啊！我小的时候就特别想跟爹似的做个军人，那不是大一体检那个什么吗？那这儿有机会我肯定去啊。那什么的意思就是这货入伍体检超重，但是这边是边境啊，那就更要站好最前线的岗哨了，他们身后可是千千万万的百姓啊。爹说的没错，再说了这会儿不是没打仗吗？不用担心。回到课堂间吃茶的等饭的崔成允听说夏安阳想入伍，倒也不算太意外，毕竟这孩子的身体条件的确很好。你可想好啊，大前的军中苏北军是最苦的，你本是家中独子，以后哪怕征兵也是轮不到你。想好了，我生性莽撞，大人也看见了，确实。说到这个，崔成允就得压着点火了。要不是因为此人是夏姑娘的弟弟，这会儿估计已经被他打得爹娘都认不出了。所以啊，那我就想去军中历练一番，也想学点本事，更想改改自己这个毛躁的性子。听了夏安阳说的，崔成允便不再多言，点头应了夏安阳的要求，并让他明日就去北营报到。待吃完饭，崔成允在带着打包了8个菜的张玉一回去前，还想去找夏安如道个别。不用，让他好好休息便是。崔大人，过2天就是县城大集，安如姐姐说会去集上做买卖呢。知道了，照应。当看到老弟背着行李包裹来跟他告别的时候，夏安如还不可置信地按了按自己依旧肿着的脸颊。好痛，所以是真的。都跟崔大人说好了，怎么会有假？放心吧，我每个月能回家3天呢，一放假我就回来看你。不是，我头不晕啦，真的，咱不用罚那么重吧？你们罚他的话，打他2下就行了呀，直接扔到军营里去，也太过了点吧？他自己也想去，再说你不当兵我不当兵，谁来守卫咱们的家乡啊？说的也没错了，安阳的体积也太大了，很容易中箭啊。能不能想你弟弟点好啊？过2日不是有大集吗？咱们看看有没有铁匠，有的话给安阳定做身铁甲，就跟欧洲中世纪那种从头包到脚的铁甲一样的，订上2套。行，这个钱我掏了。不过安阳，姐姐跟你讲，我大学里面练过空手道。姐，你那个叫老太婆挪步，哼，太极八卦都比你那个什么套路强。白带黄带，哎呀，都是啥呀？3人边讨论着夏安如的空手道有多离谱，边走出了房间。你们别走啊，我话没说完呢，我要教安阳绝招的。之后夏安阳便告别了大伙儿，由夏兆丰赶着骡车送去了军营。你干嘛？没什么，属下突然尿急。忍着，跟我来。崔大人，我来报到了。好，今天你就跟着孙自立，任何操练都不能落下，毕竟你是最晚入营的，我得空了也会去看。夏安阳以后就跟着你，从最基本的开始训练起，若他有什么闪失或者错处，我只找你。孙大人，以后还请多多照顾啊。只叹自己命苦的孙自立只能点头应了一声，然后带着夏安阳去营帐安顿。他还小些，便助你一起吧。今日衙门口也是热闹非凡。出什么事了这是？不知道啊，知道不就不用瞧了吗？夏师爷，赶紧帮我把这报名的记一下。
先别急啊，夏兆峰安抚了下郑志明，然后一脚跨上了郑志明坐着的长凳。别挤一堆，你来干嘛？来报名民壮。不行，太矮。下一个要报名衙役造例的，身高5尺以下的不要，不知道自己多高的，以这个木桩为准，自己先量好了再来排队，量身高也要排队，不能乱挤。你都几岁了还去量身高啊？准备让衙门给你养老啊？也得问问县令大人愿不愿意。大人，我少白头啊，实际才18岁啊。这样啊，是我没你去吧。你干嘛？问租牛的价钱，30文一天，这么贵啊？能不能便宜点？不行，不租耕农牛具的退后，要租的往前，到这儿排队。几人忙活了半个来小时，县衙门口才恢复了正常秩序。郑大人，您填写招录人信息，我写租赁册，如何？行，还得是夏师爷，你家这3个小舅子胆儿还是太小，见到泼辣点的老太婆小媳妇儿就没招了。李大年又因为是乡里乡亲抹不开面，熊二不识字，黄渤年岁大了，喊上3句就喘。我又是个文人，没法跟这些人说道理。可真是为难死我了。郑大人您辛苦了，您再坚持2天，等人到齐了就好了。老爷真是有意思极了，说的好像自己不是第一次当县令似的。夏兆峰带着20来个人到了郑县令送的5个铺面的地皮前。你们一会儿着手就在这块地皮上造5间一样的棚子，我就2个要求：一要能遮风挡雨，2要质量好些不会倒就行了。至于大小，跟前头的那些铺子差不多大小就行了。按照咱们说好的，2天完成，每人每天15文工钱，没问题吧？没有问题，师爷放心，这点事儿肯定能办妥。说完，夏兆峰又喊了祝3天到旁边，小声交代了几句，并且允诺这事儿办得好，以后多的是活让他干。想学做禅花吗？想啊，不过我娘说了，学手艺得拜师傅，我们要拜姐姐做师傅，自然不能学的。丹姐儿，你娘赶集那天不是也得去摆摊？要不跟我们一起吧？我娘得卖帕子、头巾啥的，又得看顾熟食铺子，估计一时半会儿顾不过来。到时候让你娘跟咱们用一个针线铺子，帮我娘看顾一下生意呗。好啊，一会儿我就回去跟娘说。丹姐正因为夏安如让他们娘俩一起摆摊而高兴呢，就听阿离突然嗷嗷嗷嗷嗷叫开了，之后便有人声传来：安如，砌炕的师傅来了。姐姐你慢点。没事儿，我好了，你看吃嘛嘛香，身体倍儿棒。姐姐想要逃避吃药那是不可能的。救命啊！我觉得张玉一肯定搞错了，那药丸子你瞧见了，正常人根本没有办法咽进去吧？那你嚼啊！好狠的人呐！你是不是想哭死我？崔成云找砌炕的人都是老手，7、8个人自带材料自带工具，不到1日功夫就把所有卧房的炕都给砌好了。崔大人付过钱了，您这儿不用再给啊。崔大人这么客气，可怎么好？工头一时不知如何作答。要说崔大人是大家出身的，办事就是大气。砌炕之事在一片和谐的赞扬声下落下了帷幕。咱家免费用的牛，郑大人没忘吧？没忘呢。牛先让咱们用2天，明天一早就让汤伯去赶了来就行。人我也喊好了，帮咱们搭铺面的工头。有个兄弟叫祝半月，明天他会带着人来上工的。咱们这回先耕上200亩地。爹，你们也是种200亩吗？姚老八便点头说：地都先耕上吧，至于到底种多少，等明年开春了再说。爹，您说县令大人有没有想法给咱这儿办个县学？夏安如说完，老姚家众人为之一惊。这事儿倒也不算太难，反正咱们8方县人少，县学有个教室，再有个先生就行了，方便得很。你说咱们会不会被抓去？娘，您想多了。再说能识字念书是好事儿啊，咱们大人也的确得。娘，您去哪儿啊？你说啥？你好好的听你姐夫说吧。娘去烧水。安如这孩子呀，哪里都好，就是太讲究。次日一早，姚老八已经带着姚家众人和祝半月等在门口了。呀，你个老头怎么回来的这么慢呢？我都怕你把牛赶丢了，人跑了。汤伯也不解释，只啊的胡乱应着。你赶到后头，不然赶去哪儿啊？他随便了一下，就赶着牛往庄子后头去了。走，大兄弟，我们家这400亩地啊，就靠你们这2天给咱们耕完了。2天400亩不可能啊！咱们不是有那么多牛吗？对呀，这是牛，又不是菩萨，许个愿运气好就能给你实现了。这10来头牛，2天估计就够耕个40来亩地。400亩，大哥，你们是不是听错了呀？咱家是要耕400亩，没错吧？没错。
姐夫就是这么说的，姐夫说的还能有错呀？嘿嘿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姐夫压根儿不会种地。嘿嘿嘿。还是姚老八的催促声把两兄弟给喊醒了。反正不管是400亩还是40亩，活儿不都得干。此时富丰庄住宿楼内，姚荣在女儿的指挥下正在搞汤底、炸丸子和豆腐。我感觉还得加点虾米干，外婆放在堂屋的罐子里了，我去拿。哎呀，我去。说完，孩子噔噔噔就跑了。桂林精，其实人嘛都是趋利的，咱们抱人家大腿的时候，人家肯定也知道，只是不说穿而已。说到抱大腿，让你做的那个枣夹核桃做好了吗？早就做好了。夏安如说着话，人就闪进了空间。没一会儿，夏安如就从空间出来了，手里还带着个铁盒子。瞧，看着还是有点档次的吧？档次不档次说不好，但是少是真的少了点儿。人家也不会真把这玩意儿当粮食吃，什么东西都是少了才好吃嘛。我这可是挑了最大的枣子和核桃做的，您瞧，这一个能有巴掌大呢。行吧，你说啥就是啥。等过几日你弟回来了，就让他带去给崔大人。那2亩的麦子，你准备怎么办？一会儿他就准备借口自己要睡午觉，然后进空间里头收麦子去。2亩地的麦种应该够他们2家种400亩地了吧？回房间就好好休息，有什么活儿一会儿娘来帮你，知道吧？立刻进了空间，准备开展他的收割任务。正在他进空间的那一刻，丹姐就喊说：“崔大人来了。”崔大人怎么来了？怎么又来了？我来给你们送点草料，顺便来跟夏姑娘说说，怎么才能把马养得听从自己的指令。他不希望再看到夏姑娘从马上摔下来了。啊，那真是麻烦大人了。安安刚才被安如二舅牵出去了，不在家，安如倒在。哦，对了，他还给你准备了一点小心意，谢谢您对咱们家的照顾那么多。他在房间里，我去喊他。姚荣正要去找女儿呢，就见大顺着急忙慌地跑了过来。姑，豆子掉坑里了。什么坑啊？粪坑，不过里头没货，就是豆子可能臭了。听得孩子掉缸里了，崔成允便要去救人，可姚荣却不让他去，说自己能把孩子拉出来，让他直接去夏安如房门口喊人就行了。到得夏安如的房门口，崔成允先喊了2声，却无人应答。毕竟此时的夏安如正在空间里头割麦子，关键是这个麦子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成熟爆裂，而每次只要他转身，就能感觉到土地正在慢慢变小。夏安如心里急得简直要冒烟了。崔成允心下焦急，他举起右手拍了一下房门，就直接咣当一下倒向了室内。人呢？这是伤没好就往外头跑了吗？崔成允刚想转身，突然夏安如就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他的眼前。见惯了刀光血影的崔大人瞬间头皮发麻，说不出半句话来。你听我解释啊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崔成允刚想开口说你倒是解释一个我听听，却见夏安如身边突然冒出了一些东西。当然夏安如也感觉到了，她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空间里的装备一件件爆了出来，越堆越多。你听我解释啊。好。这事儿呢，首先我不是鬼哈，我知道。其次，我该怎么说呢？这事儿他们都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你是第一个知道的。你在撒谎。没有，我怎么会撒谎呢？其实夏姑娘不用那么紧张，你不想告诉我是你的权利。不过既然你说大伙儿都不知道这些，那要不要我帮你先把门装上？好，谢谢崔大人。崔成允不再多话，让他去找个铁锹和刮泥板，再拿点之前砌墙剩下的黄土来。夏安如赶紧点头找东西去。正在厨房里给小兜子洗澡的姚荣见女儿满头大汗，发型散乱的跑了过来，被吓了一跳。安如，出什么事儿了？难道崔大人？我的菜刀呢？要菜刀干什么啊？小豆子为啥这会儿洗澡啊？豆子掉粪坑了啊！豆豆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就是洗澡好冷。姑姑，我能起来了吗？别动，赶紧擦干，姑姑还有事儿。你们慢慢弄吧，我那房门坏了，崔大人说给我修一修。你这死小孩，怎么说话都说不清楚？哎呀，还好菜刀不知道放哪儿，不然，不知道今天为啥，这心里头总是有些发紧。感觉会出什么事儿，一会儿等到崔大人回营，还得拜托他去瞧瞧安阳去。至于安如嘛，就在我眼前儿，应该是不会有什么事儿。
安如，你等一下跟崔大人说，晚饭家里吃啊，关东煮可以吃了。不用了吧？什么用不用的？人家帮了咱们家这么多，咱们不得客气点儿？娘，你有所不知。行了，别知不知的了啊，赶紧去修门吧。此时，崔成允已经把门框给扶正了，他回头跟夏安如说：“东西放那儿，你歇着吧。”崔大人，您要不要听我解释？夏姑娘随意。解释？我要听你解释，你给我解释啊！现在，立刻，马上。好，要不您歇歇，我去给您倒杯茶，您坐着慢慢听吧。没事，你说，我边听边干，门一直这么敞着也不太好。那行，那就辛苦您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虽然听着也许有些荒谬，但是我说的都是真的，骗你是小狗。汪汪汪汪汪汪汪。这句话等于什么都没说，自然都是真的。刚才我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，不小心睡着了。睡着之后呢，我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里有个老神仙，硬是要让我干活，让我收割麦子。我原也不会呀，我便婉拒了。但是老神仙却指着一堆东西，说是我干了活的话，就把那些东西都送给我。我看着东西都还挺多的，就说那试试就试试呗，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嘛。然后我就不停地割麦子，割着割着，就听老神仙说了句：“东西都收齐了，你可以带着我的礼物走了。”然后你也看到了，我就突然出了梦境，然后就乱七八糟一大堆的东西就都跟着我出来了。此时崔大人已经停下了手里的动作，然后静静地看着夏安如。我就说不该跟你说这些的，你瞧，我说了你又不信。可怜崔大人明知这人在胡说八道，却也只能点头说并没有不信。崔成允面上不显，但是饭桌上却略显沉默，放下碗筷道了声谢，说是得回营处理公务。大人您瞧，它自己会亮，我刚才回房瞧着好玩，便带出来了，您拿着用吧。不必了，夏姑娘自己留着用吧。苏州冬天天黑的早，而且风大，这个你留着用正。我晚间的路走得多，没有灯也习惯。还有2个呢，大人若是不拿，便是不信我刚才说的奇遇。那崔某便谢谢夏姑娘了，赶紧进去吧，这天看是要下雪啊。崔大人回去小心。崔成允看着那个瘦瘦小小的背影，心中有几分说不出的怅然。哎呦这个崔成允的眼神真是能把人给射出个洞来，吓死了吓死了！这事儿还得跟爹娘打声招呼才行，别到时候给整穿帮了。夏家夫妻俩此时正满炕打滚试试温度呢，却听得外头女儿的喊声：“爹娘睡了没？我有事儿跟你们说。”睡了，有事儿明天说。那你们起一起，今天这事儿必须说。夏兆峰没办法，只得披了衣服给女儿开门。好不容易睡暖的被窝，这又凉了。这炕会越烧越热的，您且等等吧。今天崔大人吃晚饭的时候兴致不高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？是，招呼他吃那关东煮，他都婉拒了。那关东煮不是我说啥，味道的确不错。明天咱们做买卖，一定能。娘，我跟你们说个事儿，你们千万镇定啊。说，就是如此这般啊，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。我说完了。哎呦，你扯的那些谎话你自己能信吗？可是我要是说咱们一家4口是穿越来的啊，我还带了个随身空间，空间里面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一些不一样的作物，而且要是收割不及时的话，那空间还能给我缩了。这样说难道人家就能信了？行吧，反正事已至此，怎么说都是胡扯。你下回进进出出的自己千万注意点，别再被人发现了。至于崔大人，我看他人品还不错，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。就是那些跟这时代脱节的东西，咱们还得放好。不知道我那空间啥时候能恢复。希望明天一早起来还是2亩麦田就好了，没有2亩的话1亩也行啊。行了，睡去吧，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。我今晚跟你们睡。为啥？我那房间都是东西，炕只留了一条缝，睡得不舒服。哎呀，赶紧回去看着东西去，小兜子他们皮得很，万一闯进你房间怎么办？乖，去吧，东西堆得多，房间不容易透风，暖和着呢。去吧。安如，委屈一下，今天已经在崔大人面前掉马甲了，这老姚家可没崔大人那么好的心理素质，可千万得小心些。行了，我自己走，不耽误你俩睡觉。另一边，回到军营中的崔成允，第一件事就是叫人把夏安阳找来。那你娘让我带给你的，大人叫我就为这事儿。好吧，这大冷天的把人从被窝里叫出来，居然就是为了给我点宵夜，那我还真是谢谢崔大人了。大人，我家里人都还好吧？过了良久，崔成允才摇了摇头。你姐姐，算了，没事，你回去休息吧。我姐姐，
我姐姐怎么了？说话只说一半很恶劣。你姐姐很大方，送了我这个给我当谢礼。这是啥呀？琉璃罩啊？我姐哪来的这个？按照我们家的家境买不起这玩意儿。您这是救了她的性命了？她真没出啥事儿吗？崔成云也没再多问下去，反正问了也只是多费口舌。看来这姐弟俩都是事先通过气儿的。你姐姐没什么事，她说这也是人家送给她的。今天我正好帮她修了房门，她便转送给我。哦，我想呢，她哪来的钱买那些没用的？那既然家里没事儿，那崔大人，属下先告退了哈。小骗子！大人叫属下吗？守卫之所以会迟疑，是因为他探头看到了崔大人对着个琉璃灯在傻笑。刚才谁问的话，去绕着教场跑8圈。次日，进到空间的夏安如一睁开眼睛，就看到了1亩地的麦子，她惊喜地尖叫出声：爷娘，赶紧的割麦子，好不容易回来1亩田，咱可不能让他再给我弹出去了。二位先干着，我把东西搬好就来。事已至此，二人还有啥可说的呀？就干呗。爹，喝水吧。贴心小棉袄夏安如给老父亲端来了一碗缸里的水。能不能不喝呀？恐怕不行，咱们得抓紧，一会儿您还得上衙呢，我还得摆摊，没这大力水，还有半亩的麦子，我怕咱们来不及收。那我这会儿大力了，后头几天怎么办？衙门的事儿您趁着没睡着就先安排好，家里你放心，有我呢。就是有你我才不放心呢。爹，你赶紧喝吧，喝完了好干活，不然到时候这半亩麦田再没了，这空间我也不要了，爱咋咋地吧。无奈的老夏只得一仰头干完了一碗水。怎么样，通体舒畅了吗？没感觉。没感觉就对了，您会保持没感觉到最后的。啥意思？可此时夏安如已经再次开工了，她也没法解释这种体感的问题，只说您老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姐，你这大清早的干嘛呢？怎么这么热啊？哦，嗨，我这人怕热，这第一次睡火炕，热得我都出汗了。咱娘都准备好了吧？准备好了，咱们就走吧。哎，姐，你不在安如吗？这大清早的，姐夫不在屋里啊？乔氏眼瞧着就要往安如房那儿敲门去了，去看安阳了。安如昨天说做梦，梦到安阳骑马摔断了腿，一早就扯着他爹陪他去北营了。哎呦，儿子，对不起了啊，娘也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啊，可是马和骡子都还在呀，姐夫和安如怎么去的？这大妹子到底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？哎呀，果然老话说的一点没错，扯了一个谎，就得用无数个谎来圆。你姐夫瞧安如体力不好，说爷俩走去北营，让安如锻炼锻炼。不是今天咱们得赚钱吗？安如怎么还……哎呀，安如这孩子就是那样的，想一出是一出。不过中午前肯定能到县城，有他爹陪着没事儿。咱们干咱们的，走了，别让娘等急了。姚荣一边说着话，一边扯着乔氏往大门口走，一群人浩浩荡荡就往县城去了。很快，众人就到得县衙。此时长街上已经有很多临时的摊位支棱起来了。这铺子好，里头放了7、8张小方桌，看着都不挤，一会儿人多了也不愁。柔婶，丹姐这儿呢。你这孩子慢点儿，我鞋子都要跑掉了。真是太谢谢姐姐了，要不是你让我蹭你这铺面，咱娘俩这时节摆摊就得喝上1天的风。姐姐这会儿有啥要帮忙的，别客气，尽管说。别，这儿咱们都准备好了，隔壁铺子却还是空着的，你跟我来，咱们手作坊开在隔壁。说完便跟梅香说了声让她帮忙看一下，自己则带着元娘母女俩到了隔壁那间铺子。空着的地方我正好可以看着铺子做点针线，这铺子姐姐你日日开，我就日日来。这也不是正经铺面，如今天还没太冷，你愿意来帮忙看铺子也行，我付你工钱。可使不得，姐姐说什么工钱不工钱的，你这免费给我搭伙用铺子，我都已经很不好意思了，你再说给我工钱，我可真是不敢来了。我还日日到婶子家蹭饭，1分饭钱都没给过。婶子就当我是你们家下人使就行了，别客气啊。说什么呢？你可比你安如姐勤快多了，我也是个爽快人。既然这样，那工钱我就不付了。不过你们娘俩今日中午这一餐饭咱们包了，一会儿丹姐来隔壁拿饭，别忘了啊。丹姐高兴地应了一声，惹得她娘直说这孩子没脸没皮，可怎么好？这是爽快，不是没皮没脸。行了啊，那你们先准备着，我去隔壁瞧瞧去。姚荣说着话就转身去了隔壁的铺子。也不知道女儿和老夏收完了麦子没，他俩不在，我莫名成了逃难集团董事长了，是怎么回事？
此时隔壁铺子里三白的摊子已经摆好了，为了照顾三白，廖大勇今天就驻扎在了三白的铺子里。老夏家的来了呀，你们都准备妥了吗？放心，等我今日赚了钱，一定把租子给你们。你怎么知道是我？难道演技好了？婶子身上有卤兔子的味道啊，好吧。他嘱咐了2句廖大勇，让他看着点三白，别一会儿让人逃了单就行，有事儿就来小吃铺子喊他们。最后他还去了于大夫那儿瞧了瞧。于大夫，您这还需要点什么吗？哎呀，可以了，这样就很好。不过如果咱们再能有个药童就好了。呀，这个简单。丹姐儿，来一下。丹姐儿爽快地应了声，噔噔噔地跑了过来。药童来了，丹姐儿还不拜师？于大夫要收你做药童徒弟了。也不等于大夫反对，丹姐儿啪就跪下了，咣咣咣3个头一磕，就笑眯眯地喊了声：师傅在上，摄徒儿一拜。这不行啊！于大夫要对自己有信心嘛。行了啊，丹姐儿就好好跟着于大夫学，我先去准备准备，这街上的人是越来越多了。说着话，姚荣就跨出了门去，路过袁娘看的铺子门口时，妹子，丹姐儿在于大夫那里帮忙，你自己忙得过来吗？忙得过来，就是丹姐儿皮得很，不知道。没事儿，师傅嘛，是该多担待着点徒弟。姚荣说完便说自己忙去了，让袁娘有事喊他。师傅？什么师傅？10点来钟，军中休假的官兵想出来逛逛的基本都已经出来了，姚夏2家的一溜铺子买卖也都已经开张了。夏家妇女到的时候，姚荣正忙得不可开交。老夏去隔壁瞧瞧，娘他们忙不忙得过来啊？安如收钱，烧好的炭火已经帮你点上了，好些个人都来问过了，说是一会儿再转回来，你先烤起来吧。一听收钱，夏安如顿时通身舒畅，他接过人家军爷递过来的一把铜板。谢谢这位军爷，50文正好，吃得好下回再来。行。你们铺子是新开的吧？以后便一直开在这儿了？是呢，咱们也是第一次在这儿做买卖，得看这买卖做得如何再做打算。不过军爷放心，别的时间咱们不敢保证，但是赶大集一定会开门的。那行，吃得好，我下回再来。说完转身就要走，姚荣却喊住了他。这位客人，这点儿是我昨日才卤的花生，您不嫌弃的话，给您当个下酒菜。哎呀，掌柜的会做生意啊。行，那我就收下了啊。夏兆峰先把3个娃带去了驿馆，然后交代他们，从今日起，曹大人就是你们的先生了，你们以后每天就来这里念书。夏师爷，您瞧，这8方书院的牌子我已经挂上了。不错不错，差一块匾就是副对联了。夏师爷说笑了，就是这个书院的教育，每月有1、2银，500文。咱们县你也不是不知道，穷的都快掉底了，能允诺你500文，我都没敢跟郑大人说呢。那行吧，为了孩子，我吃点亏就吃点亏。曹先生高义。回到县衙，夏兆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郑大人，说了市集过于混乱，得好好管管。夏师爷真的是说得不错，这么乱的确不像话，是得管管。不知师爷有什么高见呢？那您看这样行不行？我让李大年挑几个伶俐的，去街上拦了地方，画了线，让他们不能出现，把街面空出来，供行人往来，可好？我刚才也跟李大年说过，下回得好好管管。既然夏师爷愿意现在去，那便去吧，放手干，本县是你的后盾。夏兆峰抱拳应了声谢大人信任，随后他便找了李大年，让他找了10来个看着比较机灵的民壮，敲锣打鼓就出了衙门，整肃完了街道。时间已经过了饭点，夏兆峰大手一挥，今天大家辛苦了啊，我请大家吃兔肉。双五，去你姐那儿斩个兔子来。双五 A 了一句，姐夫让你给斩只兔子。哎呀，怎么不早说呀？最后半个刚被人买走，就剩这一碗砂锅煮了，你们吃不吃？没事，我这还有点烤羊排，要不打包点羊排？三舅可能不答应吗？哪怕他的脑子想说算了，羊排也不便宜，可他的嘴却不听他的呀。是该慰劳大家。不是我说啊，你姐夫到这衙门至今，就是这事儿办得我最满意。开集市哪有不管的道理啊？刚才你瞧见没？有人见咱们生意好，就是想把摊位摆在咱们铺子门口。就是要不是娘的砍刀看着能把那人的手给剁下来，那人估计还赖着不走呢。早知道就多准备一些了，这送上门来的生意却不能做，真是。得了吧，我看来吃得多的
都是那些军爷，小老百姓不过都是看看问问，凑个热闹而已。这会儿军爷很多都回去了，哪怕没回去的也都吃得差不多了。若是还有一府的饭菜，估计也是卖不掉多少的。杨说的是，还是军爷给钱大方些，说了多少就是多少。前头有本地百姓来买饭，4个人吃1碗，还饶了1碗清汤去，还有讨价还价的呢。6文钱的饭叫我少盛点儿，卖他3文。唉，都是庄稼人，偶尔打打牙祭，又真舍不得钱呐，都是苦命人。咱们没有主食，光吃肉喝酒，好像满足不了诸位客官大爷。也是，刚才你外婆那儿，咱们还赊了好几碗焖饭，等会儿别忘了给他们钱。不过咱们要是也做主食，还是算了吧。要主食就去你外婆那儿盛，到时候把钱算给他们就行了。今天的卤花生送出去不少，还有特地绕回来想买一些带回去的呢。下回咱们把这个也拿出来卖吧。兔子也多杀几只，烤架得定个大点的，烧烤品种也能够多加几样，跟以前烧烤摊一样，客人要啥就放篮子里，拿了钱拿了号，一边等着叫号就行。另外酒的话还得进些贵点的，这酒还是太便宜了。我看有几个军爷叫了2、3壶之后，说话都有些大舌头了，到时候万一闹事儿把咱们铺子给砸了，咱们都没地儿说理去。母上大人英明，还是得卖贵的，让他们舍不得一壶壶往下灌，只能一点点抿才好。正所谓小酌怡情，大饮伤身，不就是这个道理？行了，这也没啥事儿了啊，我看着就行了。你去瞧瞧隔壁那几位怎么样了？咱们反正铺子里没啥能卖的了，要不也收摊吧？行啊，咱们这回啊东西准备少了，等下回我那儿再添几个菜。要不然咱们把2间小吃铺子连通呗，然后各种菜摆一溜，明码标价，谁想吃啥就买啥，买完自己端着吃食去边上的桌子上吃就行了。这样的话看上去菜品又多，咱们互相也能够有个照应，哪个菜是谁做的，收来多少钱，直接放在菜品边上的小篓子里，到时候连分账都不用分，谁家的菜谁拿钱就是了。此乃古代版大时代，这法子好啊，这样咱们准备的吃食既不会重复，又能互相补充，看着排场又大得很。啥意思啊？不管啥意思，阿荣和安如说的保准没错，那咱们就这么办。那下回我还做焖饭行不？行啊。二弟妹想做什么？我不然做韭菜盒子。不对，这会儿韭菜也没了。没事儿，明天让我爹想想办法，咱们自己在屋子里面种上些，到时候每隔10天割一茬，估计也行。那我做啥呀？要不你这做饭比我都不如，还做啥呀？做点羊杂汤算了，或者有人爱吃面的，你给煮点羊汤面也可以。这个好。不过娘，这羊杂汤卖了，钱算我的还是算家里的呀？行啦，算你们的。谢谢娘。娘，赚的钱我也不全要，要一半就行。不过到时候大顺他们的学费，姐夫昨日就跟他们讲过了，孩子念书1月得交100文的束修。知道了，真有事儿也没见你多干，话倒是不少。行了，收拾收拾，一会儿回家去。娘，那羊肉串的钱，你的都给你。几人收拾完东西，还等着于大夫看完最后3、4个病患。今天倒是没见到安阳。是说呢，崔大人、齐大人他们都没见着，不过我好像看见张玉姨了，刚才忙也没跟他打招呼。夏姑娘，容姨。崔大人来了呀，快请进。不过咱今天买的吃食准备少了，这啥都没剩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我给你沏杯茶吧。不用忙了，我正好要出去办事，顺便过来瞧瞧。那崔大人您忙，咱们就不耽误您了。还要谢谢夏姑娘的礼物。你们忙，我先走一步。说完，崔成云也不再多停留，上了马，头也不回的就往前头去了。这人啥意思啊？生气了？不会吧？为啥生气呀？难道是你撒谎了？是个人都应该觉得我那是撒谎吧？谁知道你们这些少男少女的心事呢？我是少女，那位大哥可不是哈。您这眼神是不是有点问题啊？凡是比我小的都是少男少女。我大舅也是，大廖也是。而跑远了的崔成允此时却有些后悔了，他得去都城一趟，来回也许要10多天。你回去跟夏姑娘说一声，我要半个月左右才能回北营，期间有什么事的话让他找齐三，我跟齐三交代过了。武艺满脑袋问号，愣着干嘛？去啊！我先往都城去，你若没追上我，就住老地方。撤！
说完，便喊了一声驾，策马而去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，大人不会看上人家姑娘了吗？崔成允快马加鞭，4、5日的行程，硬是赶了3日，便到了都城。混账！户部都是死人吗？给朕去把邱正奇找来。夹杂着杯盏的碎裂声传来，到得殿内，崔成允扫了一眼地面，就见被摔碎的杯盏已经收拾妥当。皇上，崔大人刚从宿州赶来，奴才就把人带来了。微臣叩见皇上。怎么这么快就到了？北营没出事吧？陈虎死了没？陈将军康健，北营也平稳。陈将军说皇上这里的事比较急，微臣这才日夜兼程赶来的。哦，其实啊也没什么要解释，我就想问问你，之前西周的事查得如何？陈虎那信写的那个谁啊？把陈虎的信拿来，让崔二瞧瞧。皇上，今日还喝雀舌吗？奴才去给您沏一杯来吧。行，去吧。而此时翻找信件的倒霉小太监也已经把信找出来了。看看吧，你们家将军的杰作。崔成允小心翼翼地把信纸展开，一共10多句，8句哭穷，3句要钱，剩下的2、3句才是正经事儿。这正经事儿里头包括了北方大旱，粮食减产，明年北蛮断了粮，极有可能再次发动进攻。你们肃北军真的能像陈虎说的似的那么穷了？是，肃北军比别的地方更难一些。肃北冬季寒冷，没有棉甲和足够的粮草，人和马匹都受不了。你说说西周虞王那里又怎么了？最近大朝会上的确有不少人参他，可朕不是不了解这个儿子，他从小便愚笨，胸无大志，脑子里只有吃，难不成赈灾粮真的被他给吃完了？皇上，此事微臣去西周查过，如此这般如此，所以的确无法下定论，说虞王有何不可言说的心思。朕此次让你来都城，一就是为了问清虞王的事，既然你查下来这事儿的确有蹊跷，那朕就先把这事儿按下不表。二来嘛，宿州那边送去的人现在情况如何？那个郑志明有没有死？郑大人还可以，他找了个师爷叫夏兆峰，此人是海蛎县迁移到宿州的，能力还不错。听说郑大人听了夏师爷的建议，买了些牛和农具，租赁给农人秋耕，还开了县学，整顿了市集。目前看来是在认真办差的。所以说朕让南边的人去北边种地也不是太缺德2字皇帝说不出口。皇上，您的决策是很英明。夏兆峰是吧？行，朕知道了，明天让江阳和郑大去说。郑志渊那玩意儿，自从他那好弟弟被扔去了肃北之后，人家就没上过一次大朝会。他派江阳去好说歹说了许多次，郑志渊只说自己年岁大了，是该放权给副相和各位尚书了。崔成允还把肃北的军报、攻防战略图，另外还有前线探子的密报和接下去的战略部署，都一一跟皇帝交代了清楚。君臣2人一直说到了天色微亮。邱正奇人呢？邱大人在外头候着呢。你歇着去吧，还没说完的，明日大朝会后朕再找你。是，微臣告退。皇上保重龙体，莫要太过操劳。朕不操劳谁操劳啊？太子最近又病了。对了，你得空去看看他吧，你们也是打小一起念过书的。是，微臣一定去看看太子。太子宫中，你这人也真是，来觐见太子都不知道带点见面礼。穷啊！为了大荣，殿下还是要保重身体。本宫这身体也不知能撑到什么时候，都30多了，还要让父皇母后担心。父母担心关爱子女，不管是几岁都是一样的。您的身体康健，皇上才能安心处理朝政。之前朝中有人猜虞王贪没救灾粮款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微臣在陈将军处听过1、2句。那你路过西周，那里情况如何？有没有遇到什么闹事的？闹事？如果殿下是指打家劫舍、偷鸡摸狗话，应该是有的。不过这样的事大荣每处都有，只是程度不同。西周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灾民太多，整府除了昌丰城外，别的地方补给都跟不上。不过微臣也只是路过，赶路匆忙，西周一路灾情究竟如何，微臣也只是知道表象。
说的也是。哎，你既然在宿州，那有没有去看过北安王？本宫自从他获封去了宿州，便再未见过他。不知本宫这弟弟过得如何？哦，微臣所在北营，离北安王所在太平城起码也需要1整天才能到，所以也的确疏忽了平日对王爷的问候。从第一次进宿州之后，也好几年没怎么见过王爷了。哦，若殿下嘱托，那微臣回去的时候路过太平城，一定去拜见一下王爷，顺便请安。你呀，大忙人一个，本宫哪里敢差遣你？再说父皇也不喜欢皇子之间联络太密切。罢了罢了，你管你们北营的事就好。谢殿下体恤。二人又说了一会儿童年读书的趣事和宿州的事儿。崔成允态度谦和，有问必答。以前与太子一起念书，咱们是同窗，如今太子殿下贵为一国储君，那微臣与殿下便是君臣，同窗有同窗的情谊，君臣有君臣的礼数尊卑，这些微臣还是明白的。行了行了，你也别笑了，你这人从小便如此，笑比哭还难看。为了博殿下一笑，微臣也的确是尽力了。叫你莫说，你偏要说，本宫看你也是个奸猾的。二人说笑不到半个时辰，便有太监端来了汤药，要服侍太子喝药。崔成允借此起身告辞。路过西州，莫要太多停留。朝中诸臣对余王不满的不少，本宫虽信余王不会干那糊涂事儿，但总之你莫要与他走得太近，以免再被殃及。你兄长当初……算了，不提这些伤心事。总之你独自在外，还是谨慎些好。原本已经打算走了的崔成允缓缓抬头，眼神克制且冷静，可他只觉喉咙口似有什么堵住了一般，难以发声。行了，别想以前那些事了，走吧，替本宫好好看着苏州吧。微臣告退。